姑娘，你认识我？楚风对宋雪儿问道。我怎么可能认识你这种人？我只是警告你，离我妹妹远一点，不然我要你与刚刚那群一样，不得好死。宋雪儿说道。哎呀，姐姐，楚风哥哥是好人，人家是打算以身相许的。宋允拼命地甩动着宋雪儿的胳膊，挣扎着。你这丫头，晕头了不成？她什么身份？你要嫁给他？然而宋雪儿不仅不放手，反而恶狠狠地斥责着宋允。但宋允这丫头似乎内心极为强大，无论其姐姐如何管教她就是不听。虽然看得出来，这宋雪儿对楚风敌意很深，换句话说，是对宋允的保护欲望极强。可是，在宋允的执着之下，宋雪儿无可奈何。一路之上，也是只得与楚风同行。楚风等人一路深入，很快就来到了这修炼禁地的最深处。这最深处有着一座连绵山脉，山脉最高峰足有几万米，宛如一把利剑，穿过云端，直入青天，极为壮观。众多修武者在这山峰面前显得渺小不堪，而山峰下方有着2个山洞，山洞很大，高达几千米。莫说山峰高度，只是这山洞入口的大小，也同样将众多修武者衬托得如同蚂蚁一般渺小。而这2个山洞虽然大小相同，可内部的情况却全然不同。2个山洞都很深，无法看清内部情况，但左边这个金色光滑涌动，仙气逼人，一看就是修炼圣地。可右边那个散发血色红光，阴森渗人，并且还有着一股股吸力涌现，若是靠近到一定距离，似乎就会被吸进去，那里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这2个山洞便是那所谓的仙洞以及魔窟，仙洞内有霸星仙草，而魔窟内有霸星魔花，二者自远古时期孕育而成，乃是共存体，缺一不可。据说二者缺其一，可让这山脉枯萎，若是二者皆不在，这山脉便会立刻崩塌。当然，这乃是楚风听到旁人的议论才得知的，这让楚风知道魔窟不仅危险，若是真的将那霸星魔花吞了，那也就等于得罪了霸星山庄。不过其实对楚风来说也无所谓了，毕竟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救苏柔、苏梅以及月仙的，他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利奥得罪霸星山庄的准备。只是眼下这2个入口都被阵法的力量封锁，大家都进不去。一时之间，人群变得骚动起来。他们都知道，这封锁入口的力量其实就是霸星魔窟困住偷盗者的阵法力量，阵法力量消失，偷盗者也将解困。若是坐以待毙，等待这阵法力量消失，人们不清楚还能否有机会抓住那偷盗者。当然，大家议论归议论，真正有危机感的并不多。其实更多人来这里就是浑水摸鱼的，甚至有人参加考核，只是为利奥得到一滴霸星露水。现在跟进来不过是走个形式，但总有人的目标是那偷盗者。比如锁魂宗那几位，楚风很清楚，这些人之中真正对苏柔、苏美以及月仙有威胁的只有3个人，一个便是锁魂宗的魂勇，另一个便是锁魂宗的魂磊，至于最后一个乃是圣光金安。虽然楚风对圣光金安印象不错，但圣光金安来到此处的目的其实与众人一样，且圣光金安的神圣还有隐藏宝物，使得楚风看不出他的修为，所以这圣光金安到底有着多少实力，楚风不得而知。可他的气度以及他的出身却让楚风不得不防，于是楚风一直暗中盯着魂勇、魂磊以及圣光金安3个人。圣光金安倒还好，他就像是一个旁观者，没有任何举动，甚至还会与前去搭讪的人聊上几句，那轻松自在的模样根本不像是来捉偷盗者的。但是魂磊与魂勇则是不同，他们2人的手中皆是藏着一物，那是什么楚风看不到，但楚风注意到2者手中之物正在吸收此处的力量，他们应该是在做着什么。忽然楚风感觉到2者手中的物品气息有了一些变化，而魂勇与魂磊相视一眼后似乎达成了某种一致，魂勇便转身离开了。见状，楚风也是转身离去。楚风哥哥，你去哪？宋允一直盯着楚风，见楚风走了，他也想跟过去，但这丫头很聪明，虽然呼唤了楚风，但并未声张，而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不过他刚刚动身便被抓住了，是宋雪儿。哎呀，放开我，姐姐好讨厌啊！宋允很不情愿地挣扎着，你这丫头疯了，怎么像个粘人虫一样，一点女孩子家的样子都没有了。宋雪儿则是一脸不解地看着宋允，她是了解宋允的，正因了解她才不解，她是第一次看到宋允对一个人如此热情。你不懂，这是因为爱情，有的人相处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有的人只要看一眼你就知道非他不可了。宋允说道。嘿，你怎么说得出这么不要脸的话？回头我就告诉你娘亲，看他怎么收拾你。宋雪儿说道。听闻此话，宋允小脸大变，赶忙用手挡住了宋雪儿的嘴巴。可别乱说，我对楚风哥哥说，我们是亲姐妹，我们家人都死了，如今只有我们姐妹2人相依为命。宋允小声说道。你干嘛要说这种谎？宋雪儿眼中满是惊讶。我想把自己的身世说得悲惨一点，这样他可能就会心生怜悯，对我也就更好了呀。宋允解释道。什么？因为这种事你就对人说你娘亲死了？你这丫头真是疯了。此时宋雪儿眼中已不是惊讶，而是惊吓。魂磊的实力很强，修为已达8品至尊境，可楚风若施展全力跟上他也并非难事，再加上楚风的结界之术极为精湛，所以楚风隐藏身影，暗中跟随。那魂磊也是毫无察觉。魂磊离开众人之后，绕到了山脉背后，随后又潜入了地底深处。地底深处土壤翻腾，魂磊所到之处，所有阻挡之物都会立刻退避，而魂磊并未一直深入，他会偶尔停下，然后看看自己的袖子，再仔细打量一下周围，才会继续赶路。他应该是在寻找着什么，但却并非轻车熟路，而是根据某种指引寻找着。至于指引他的，必然就是藏在他袖子中的东西。最终他还是找到了他想找的，
在地底深处居然有这一座地下宫殿。地下宫殿牌匾上那霸星山庄禁地几个大字，让楚风知道这也是霸星山庄的领地。虽是霸星山庄所打造，可却散发着古老的气息。这座地下宫殿的建造时间距离今日已是颇为遥远，想必多半是霸星山庄的先祖建造。这座地下宫殿不仅建造材料坚硬无比，宫殿之中更是蕴藏着守护阵法，想要进入其中可并不容易。哪怕楚风想要潜入，也是需要费上不小的功夫。但魂磊却直接来到那宫殿的大门之前，取出一把钥匙，轻松的便打开了那座宫殿的大门。霸星庄主倒是没有骗人，打开宫殿大门，魂磊满意的笑了笑，这才踏入宫殿之中。本来楚风还不解魂磊是如何得到这把钥匙，能够开启霸星山庄地下宫殿钥匙的。听到魂磊那句自言自语的话后，楚风便知道，原来魂磊与霸星山庄庄主的关系很不简单。无论是寻找这宫殿的指引之物，还是开启殿门的钥匙，应该都是那位霸星山庄的庄主给他的。霸星山庄和锁魂宗在玩什么把戏？楚风眉头微皱，不由得思考起来。霸星山庄表面让所有人进入这修炼禁地，捕捉偷盗者，看上去乃是公平竞争，实际上已经把一些底牌交给了魂磊和魂勇，这已经并非是公平的竞争。但说起来，这些人之中，魂磊与魂勇的确最具备捉到那偷盗者的实力。可既然是这样，直接让他们两个进来不就好了？又何必将这么多人带到这里呢？隐隐间，楚风嗅到了一股阴谋的气息，只不过这究竟是怎样的阴谋，楚风也无法断定，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魂磊身后一探究竟。好在魂磊对他自己十分自信，他丝毫没有察觉到在自己的身后还有一个人暗中跟着他，所以楚风的跟踪也是十分的顺利。魂磊去哪他就去哪，这座宫殿很简单，可以一路深入，没有任何关卡，很快便来到了这宫殿的最深处。而在宫殿的最深处，光芒流转，宛如一座小型明日隐于此处，那是阵法，准确来说乃是掌控阵法力量的阵眼。看到这座大阵，楚风目光变化，似是想通了一些东西。宫殿深处的阵眼与那封锁仙洞与魔窟的力量相通，楚风若是没有猜错，这必然就是那封锁仙洞与魔窟阵法的阵眼。魂磊来到阵眼之前，将藏于袖中之物取出，原来那乃是一块圆形的令牌，但准确来说更像是一把钥匙。他将令牌放入阵眼之中，刹那间阵眼之中数道光芒同时自阵眼之中射出，围绕着阵眼缓缓旋转。若仔细观看，便可发现每一束光芒之中都暗蕴藏一幅画面，有些画面是静态，有些画面则是动态。其中一道光束内的画面内，楚风看到了魂勇、圣光金安以及宋允、宋雪儿等人，那乃是仙洞与魔窟的画面。看到那些人的举止，楚风知道那些画面并非虚幻，都是真实的，并且就是现在所发生的情况。楚风觉得应该是那阵法的力量，阵法所覆盖的所有地方的画面都可以从这阵眼之中呈现出来。于是楚风仔细搜索，突然楚风的脸上涌现出了极大的变化。楚风已经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一束光芒所蕴藏的画面内有着两道熟悉的身影，那正是苏柔与苏美。苏柔和苏美与楚风当日一别之时并无太大变化，苏柔还是那样性感迷人，而苏美依旧甜美可人。其实算一算时间，距离上一次见到他们，时间也并未过去特别久。可如今再见，楚风的内心仍是有了极大的波动。毕竟那两位不仅仅是曾与他共同成长、共患生死的女人，更是他所深深爱着的女人。眼下，苏柔、苏美站在一个岩洞的深处，他们的脸上挂着相同的情绪，冷峻的表情，谨慎的目光。可本不该这样，因为苏柔与苏美性格不同，遇事的反应也该不同，不可能这样情绪一致。但对于这种情况，楚风也不意外，他知道眼下操纵着那苏柔、苏美的乃是另外一个人，那便是月仙。居然真的是他们！月仙前辈，您大意了呀！楚风看着那熟悉的身影，楚风感慨万千，同时在他的眼中也是有着难以掩饰的担忧。月仙的周围有着结界墙壁，将他困在其中，传闻乃是真的。月仙不仅是偷盗者，也当真被霸星山庄的阵法困在了当中。不过那画面虽是真实的，但却也只是画面，所以楚风也感受不到如今月仙的修为。但不幸中的万幸，便是他们身体状况看起来还算不错，虽然被阵法困住，可却至少没有受伤。当楚风打量着月仙的情况之时，魂磊也是找到了月仙所在的画面内，也同样打量着这一切。这两位姑娘可比画上的看起来要好看的多，不过可惜了。魂磊看着画面中的苏柔、苏美，摇了摇头，随后他手腕一转，又自乾坤袋内取出一物，那是一个铜鼎。铜鼎不过掌心大小，上面刻满符咒。糟了，那铜鼎还未打开，只是看到铜鼎上流转的光芒符咒，楚风便暗叹不好。身为界灵师，楚风看得出来，那铜鼎上流转的光芒符咒乃是炼化之力。这魂磊难道是要将苏柔、苏美活炼化？可霸星山庄不是对外宣称更希望活捉苏柔与苏美吗？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魂磊将那蕴藏炼化之力的铜鼎取出，并未直接打开，而是看了一眼后就放在了地上。紧接着他盘坐下，然后又在乾坤袋内取出一个金色的碗。金色的碗也很不简单，上面同样刻满了复杂的符咒。这是一个连楚风也看不穿到底有何作用的宝物。魂磊盘坐于铜鼎之前，双手端着那符咒金碗，但却没有做什么，而是用目光注视着仙洞与魔窟的画面。楚风注意到他的目光锁定在了魂勇的身上，察觉到猫腻的楚风也是不由得看向魂勇，他可以看出魂勇也是在等待着什么。忽然楚风注意到魂勇动了，他的动作很是细微，主要是之前袖中藏着宝物的手指捏出了一道奇特的法印。忽然仙洞之外，所有人的脸上都涌现出了痛苦之色，就连宋允、宋雪儿
以及圣光金安也不例外。但宋允以及宋雪儿等人脸上的痛苦之色较轻，并且立刻向外逃脱而去。但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几乎仙洞与魔窟外的所有人都在抱头哀嚎，那些原本御空而行的修武者更是失去御空之力，纷纷坠落到了地上。他们也想逃，可却根本没有力气，只能如同一群蚂蚁趴在地上痛苦的哀嚎。是魂勇搞的鬼。楚风的目光一直注视着魂勇，虽说魂勇也坠落到了地上，也如其他人一样双手抱头痛苦哀嚎，但楚风却已经发现他与其他人不一样。尽管只能看到画面，但楚风还是能够判断出区别。其他人是真的痛苦，但魂勇是装的。魂勇为什么要装？那片天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楚风猜测，这一切都是魂勇所为，肯定是魂勇用了某种手段，正在折磨着那里的人。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行为，他才装作与众人一样，也是受到了同样的折磨。这气息，忽然，楚风注意到魂雷手中所端着的金碗内便开始凝聚一层气体，气体在碗中旋转，越聚越多，七彩斑斓，非常的漂亮。而看到那七彩斑斓的气体之后，楚风也是身色一动。楚风能感觉到那七彩斑斓的魅力气体乃是血脉之力，并且那血脉之力掺杂着不同的气息，那是来自不同的修武者的血脉之力。楚风几乎可以确定，那正是来自外面那些人的血脉之力。难怪他们会如此痛苦，原来他们的血脉之力正在被强行抽取。果然是魂勇和魂雷搞的鬼，这便是明明霸星山庄与魂磊魂勇已经达成了协议，却还要让其他人一同进来的原因吗？他们要这些人进来，就是要强行抽取他们的血脉之力。看到这里，楚风已经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是对的。魂勇与魂磊的手中应该有着相同的宝物，魂勇运用宝物抽取那些人的血脉之力，然后通过宝物相连的关系，将众人的血脉之力调转到魂磊这里。这些蠢货居然跟进来想浑水摸鱼，却不成想他们不过是我们的助理，只是可惜居然被几个家伙逃走了。魂磊看着金碗内的血脉之力越聚越多，发出利奥得意的笑声，而他的这些话更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乃是正确的。他们果然就是在利用众人，来到这里的人都成了他们的傀儡。魂磊并未立刻行动，而是等那血脉之力凝聚到了一定的体量之后，这才催动特殊的法诀。法诀催动，那血脉之力自金碗之中漂浮而起，围绕着魂磊全身。紧接着，眼前的阵眼开始被魂磊所催动。原来魂磊是借助众人血脉之力的力量来掌控着阵眼。很快，魂磊也是发出了痛苦的咆哮。看得出来，哪怕凝聚了众人的血脉之力，可是想要掌控着阵眼的力量，也是需要极大的代价。难怪霸星山庄不让自己的小辈来操作这一切，而是请魂磊帮忙，原因就在这里了。哪怕有众人的血脉之力做支撑，但想要掌控这阵眼，也需要极大的代价。若没有足够的修为和身体作为支撑，必然会爆体而亡。这就是霸星山庄要让魂磊帮忙的原因。毕竟魂磊可是一位8品至尊的修武者，虽然魂磊此时也是极为痛苦，可是感受着自己渐渐掌控那阵眼，嘴角也是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两位姑娘，听说你们是少见的修炼至宝，可不要让我失望啊！魂磊的目光盯着苏柔与苏梅所在的画面内，痛苦到脸上却扬起阴险的笑容。可是他此话刚刚落下，便忽然面容凝固，紧接着一大口鲜血喷洒而出。低头观望，他的丹田竟然已被一把长剑洞穿。是你！回头观望，他更是脸色大变，因为那手握长剑刺穿其丹田的人正是楚风。你到底是什么人？魂磊看着楚风，凝声问道。他内心震惊不已，之所以震惊，不仅仅是因为楚风暗算偷袭了他，乃是楚风的额头挂着神字雷纹，身上披着雷霆铠甲，若只是2重天雷血脉的顶尖力量，他勉强也能接受。可偏偏楚风的身上还缠绕着4只圣兽，那乃是天赐神力的力量。魂磊不会感应错，那的确就是天赐神力的力量。一个人在至尊境开启2重天级血脉的血脉之力也就罢了，居然还掌握了天赐神力，这让魂勇意识到楚风的来历绝对很不简单。然而面对那用满眼金色看着自己的魂磊，楚风并未回答，而是冷冷一笑，紧接着手中的长剑便随着手腕缓一缓地旋转起来。下一刻，魂磊便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这惨叫声可比他先前掌控阵法力量的惨叫声要痛苦得多。毕竟楚风的长剑刺穿了他的丹田，眼下楚风所破坏的乃是他修炼多年而凝聚的修为，他不仅仅是身体痛，心更痛。放过我，求你放过我，你到底想怎样？魂磊再度发出声音，只是此时的声音竟带着哭声。他恐惧极了，因为他不知道楚风的目的，但他却感受到了楚风的杀意。他知道稍有不慎，或是稍有不从，他的性命便将陨落于此。楚风手握长剑，洞穿了魂磊的丹田，同时也掌控了魂磊的性命。虽然魂磊实力很强，可现在的他根本无法与楚风一战，他的小命捏在楚风的手里。而看着那已经眼含泪光，就快要哭出来的魂磊，楚风的内心却是有些庆幸，宋雨那个丫头以欺骗自己的方式给自己服下了所谓的霸星魂毒，那魂毒与自己灵魂融合之时，有一种副作用，会暂时封闭掉楚风的一部分修为。这也是为何楚风先前被那些锁魂宗小喽啰们刁难，却只能挨打，而没有出手教训他们的原因。不是不想教训，而是那个时候的楚风修为与结界之术的实力都被封锁到了极低的地步。但也就是在那些小喽啰刁难楚风的时候，霸星魂毒开始与自己的灵魂融合，修为开始快速的恢复。这也是当时楚风不惧怕那些小喽啰们的原因，因为楚风知道很快他的修为就会恢复。之后圣光金安出场，使得锁魂宗的小喽啰们无法继续难为楚风，可楚风修为的恢复却一直在进行着。之后楚风等人一路深入，修为也一直处于快速恢复的状态。刚好在发现魂磊和魂勇有猫腻之前，修为恢复到了原本的水平，
否则楚风根本无法跟踪魂磊至此，更别说偷袭魂磊了。说起来，魂磊虽然不是特别谨慎，但毕竟8品至尊，他的速度很快，若是修为恢复的晚了一点，可能都无法跟踪魂磊至此。所以楚风才庆幸，他庆幸的是自己的修为恢复的及时，如若不然，跟踪不到魂磊是小，苏柔和苏美以及月仙人，若真的被这魂磊所害，那可就真的是悔恨莫及了。想到这里，楚风看向魂磊的目光之中，也是凶芒更盛，毕竟这可是打算杀死苏柔苏美的人。魂磊感受到了楚风目光越发寒冷，竟直接跪在了楚风面前。这位兄弟，你不要杀我，求求你放过我吧。先前我宗弟子对你不敬，但与我无关啊，你放过我吧。我保证，只要你放过我，我一定帮你狠狠地教训那些蠢货。我替你杀了他们也是小事一桩，若是你想亲自动手，我也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将他们抓过来，任你宰割。兄弟，饶过我吧，我求求你了，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何况我们宗门的那些蠢货得罪了你，本就与我无关啊。魂磊的脸上鼻涕和泪水都搅在了一起，那表情简直卑微至极，哪里还像是之前那立于虚空之上，以俯视之姿看待众生的绝顶天才。可是看着这样的魂磊，楚风却是一点也同情不起来，也不会产生怜悯之心。他刚刚亲口说可以将他的同门抓过来，让楚风杀掉，虽是求饶的言辞，却也能够说明他自身的狠辣。你刚刚是想要炼化掉那里面的2个姑娘吧？楚风对那魂磊问道。他不关心魂磊的为人，而是关心苏柔与苏美的事情。魂磊神色一滞，他忽然间意识到，楚风似乎不是因为自己的同门得罪了楚风，而是因为那2个姑娘来的。这位兄弟，你该不会是认识那2位姑娘吧？魂磊战战兢兢地问道。他觉得，若楚风是因锁魂宗的弟子与楚风有恩怨来难为他，他软话说尽，也许还能逃过一劫。若是真的与那2位姑娘关系不浅，那他可能就真的要性命不保了。因为他这个人有一个坏习惯，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喜欢自言自语，抛开行为不谈。只是他先前自言自语所说的一些话，也是能够让人知道他其实是要对那2个姑娘不利的。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向画面内的苏柔苏美一眼后，这才脱口而出：他们2个是我的妻子。妻子，我擦！这2个字一出，宛如一道惊雷，又似一记重锤，狠狠地落在了魂磊的头上。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惹祸了，却不成想是如此大的祸。妻子，那可是每个男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啊！兄弟，饶命！饶命啊！魂磊的求饶越发疯狂。兄弟，我也是受人指使，我真的是受人指使啊！我与这2位姑娘并无恩怨，完完全全是听从霸星山庄庄主的吩咐。魂磊拼命地解释着，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怕了。说吧，楚风说道。说什么？魂磊有些茫然。把你知道的事情真相，一切的来龙去脉，全都告诉我，不许有半点隐瞒。如若不然，我要你生不如死。楚风说道。听到这里，本就被吓得快要魂飞魄散的魂磊，哪里还敢有半点隐瞒，赶忙将他知道的事情经过全部告知了楚风。原来月仙根本不是偷盗者，他因缘际会下与霸星山庄庄主相识，霸星山庄庄主发现月仙有着特殊的能力，而月仙这特殊的能力可以唤醒霸星仙草真正的仙力，所以霸星山庄庄主设计想运用月仙特殊的能力唤醒霸星仙草真正的仙力，可这个代价就是月仙会死。于是霸星山庄庄主便设下圈套，表面上是让月仙进入那仙洞，让月仙将霸星仙草服下，帮助月仙提升修为，实际上却是想运用阵法的力量将月仙炼化，让那颗霸星仙草蜕变为真正的修炼至宝。本来一切极为顺利，当月仙将霸星仙草服下之后，他便可以运用祖传的阵法力量压制月仙，想将月仙炼化致死。可谁曾想，他低估了月仙的本事。霸星仙草乃是这修炼禁地阵法力量的来源之一，而月仙将霸星仙草服下后，竟意外间也掌控了那阵法的一部分力量。月仙发现不对，也催动阵法力量与霸星山庄庄主抗衡，这使得霸星山庄庄主根本就无法使用阵法的力量将月仙炼化掉，必须找人进入修炼禁地之中，催动山脉下方的另外一座阵眼来加强阵法的力量才行。于是霸星山庄庄主便派出自家后辈进入修炼禁地，结果发现想要掌控山脉下那座阵眼的力量，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霸星山庄的后辈修为不济，不仅没能掌控阵眼的力量，更是被阵眼的力量所反噬，派进来7名后辈，结果5名死去，2名重伤。那虽不是霸星山庄最重要的后辈，可却也是精英级别的后辈。无可奈何之下，霸星山庄庄主才找来了锁魂宗的魂磊以及魂勇2人帮忙。因为之前有过合作，他对魂磊和魂勇还是较为信任的，毕竟他们可谓是臭味相投。但实际上留给霸星山庄庄主的时间不多了，若是继续下去，他害怕月仙会真的将那霸星仙草炼化，那样一来他可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为了事半功倍，他找来霸星山庄祖辈所留下的关于那阵法的详细记载。可是根据祖辈留下的记载，霸星山庄庄主得知，想要掌控那山脉下那座阵眼的力量，不仅需要修为强横的小辈，还需要借助其他小辈的血脉之力，这样才能事半功倍。这让他觉得哪怕是魂磊与魂勇也无法掌控阵眼力量，还是需要借助其他小辈的血脉之力。可正所谓虎毒不饲子，哪怕是他也不愿让霸星山庄的小辈做如此牺牲。于是一番思考之后，霸星山庄庄主才设计出这样的计谋。他先是冤枉月仙，偷到他霸星山庄的修炼至宝霸星仙草，然后发出英雄帖，招揽这方世界的顶尖小辈前来捉拿月仙。可实际上是想将那些小辈骗至此的。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运用阵法吸收那些小辈的血脉之力，使得魂磊可以顺利掌控阵眼，从而将月仙彻底炼化。为了能够吸取到足够精华的血脉之力，霸星山庄还特意设置了所谓的考核，表面上说是只有实力足够强劲的小辈才能进入修炼禁地，
去抓捕偷盗者，实际上就是想要筛选出天赋强横的小辈，然后去吸收他们的血脉之力。原本霸星山庄是打算将这些小辈骗入修炼境地后，直接动手炼化他们的血脉之力，然后将他们杀死，这样就可斩草除根。杀掉他们后，再将罪名嫁祸于月仙的即可。可谁曾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半路杀出之人便是圣光金安。圣光金安对于这偷盗者十分感兴趣，无论霸星山庄庄主如何劝阻，他都要进入修炼境地，与众人去看看那偷盗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圣光金安毕竟来自圣光一族，霸星山庄庄主不敢得罪，更是不敢让他死在这里。如若不然，圣光一族真的调查起来，若发现真相，他整个霸星山庄都是难逃一劫。所以才这样大费周折，让魂勇和魂磊配合这样演戏。而目前为止，知道这阴谋的，除了霸星山庄庄主以及霸星山庄的一些顶尖强者外，就只有魂勇和魂磊知道，就连锁魂宗的其他弟子都不知道这一切的真相。所以眼下那躺在仙洞外的小辈们，除了魂勇没有被吸收血脉之力外，其他人都在被吸收血脉之力，哪怕锁魂宗的那些弟子们也不例外。说起来，魂勇和魂磊也都是狠角色，为了能够得到好处，连自己的这些师兄师弟们都骗，不惜吸取他们的血脉之力来开启这阵眼的力量。当然，魂磊和魂勇与霸星山庄庄主达成的协议，就是利用众人的血脉之力催动阵眼，与霸星山庄庄主里应外合，合力将月仙炼化掉。只要一切顺利，就可以拿到霸星山庄庄主许诺给他们的好处。至于霸星山庄庄主如何与月仙认识等一些细节，霸星山庄庄主并未说，而他们也没有问。好一个霸星山庄庄主，居然敢欺骗我的人！得知事情经过，楚风的内心已是将霸星山庄庄主判了死刑，此人必须要杀。兄弟，我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两位妻子是被霸星山庄庄主欺骗了呀，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报仇就找霸星山庄庄主，我也只是奉命行事。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你的妻子啊！我若是知道那两位姑娘与你有关系，我是万万不敢伤害他们。况且我现在也没有做伤害他们的事，对不对？所以你饶过我吧，求求你了，饶过我吧！我可以帮你的，我可以帮你对付霸星山庄庄主。我知道他很多肮脏之事，我可以让他身败名裂。魂磊讲述完事情的经过后，再度向楚风求饶起来。只是看着这样的魂磊，楚风却是冷冷一笑，然后看向那蕴藏炼化之力的铜鼎，说道：“把它打开。”兄弟，打开它做什么？魂磊没有照做，因为他感受到了不祥的气息。只是他此话刚说出，便发出了惨叫。原来是楚风再度对他下了毒手。别杀我，别杀我！我打开，我打开！此时的魂磊不敢再犹豫，赶忙将那铜鼎打开。铜鼎打开，一股炙热的火焰便喷涌而出，而铜鼎之内更是涌动着宛如野兽般的火焰。魂磊就是想在彻底掌控阵眼的力量后，将这铜鼎内的炼化之力通过阵眼融入阵法之中，运用这炼化之力将月仙彻底炼化掉。魂磊，其实你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你也是受人差遣，可是我楚风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我的爱人谁都不能碰，哪怕只是有了这个念头，我都会要他性命。而你可不仅仅是有了念头，而是付诸行动。若非我及时发现，我这两位妻子便是真的要遭遇你的毒手了。所以你别怪我楚风无情，要怪就怪你自身贪婪。记住，若有下辈子，还是做个好人吧。楚风此话说完，便一把抓起魂磊，任由魂磊如何撕心裂肺的哭喊着求饶着，都是不为所动。火焰翻腾之间，魂磊已是被楚风丢入那铜鼎之内。别看那铜鼎表面看着不大，实际上内部蕴藏着一个世界，其中的火焰若是释放而出，它是屠灭一座小型大陆也是非常轻松。所以哪怕魂磊叫得撕心裂肺，可丢入铜鼎之后，他的声音也很快就消失了。楚风将铜鼎盖好，而后拿起了金碗。仙洞那边的魂勇根本不知道这边的魂磊已经出了意外，始终在一边装作满面痛苦，一边运用手中至宝沟通阵法力量，暗中窃取着众人的血脉之力，直到阵法的力量到达了一个顶峰，无法继续从那些人的身上窃取血脉之力后，魂勇这才停手。可当魂勇同手之时，这金碗内所凝聚的血脉之力已经是相当浓郁。月仙前辈，这霸星仙草对你而言必然是极为重要的吧？就让我来帮帮你，让它彻底归属于您吧。楚风看了一眼月仙，随后便捏动法诀，运用众人的血脉之力，开始掌控阵眼的力量。楚风因为一直观察着魂磊，且将魂勇先前掌控阵眼的所有步骤都记了下来，再加上楚风结界之术本就精湛，所以他掌控起这阵眼比那魂磊还要轻松得多。不过片刻的功夫，楚风就已经掌控了阵眼的力量。只是这座阵眼并非是真正的主阵眼，所以哪怕楚风掌握了阵眼的力量，其实只是掌握了这整个大阵的一部分力量。楚风无法与月仙进行沟通，但却能够通过阵眼的力量帮助月仙。没错，这阵眼的力量可以用来打压月仙，也可以用来帮助月仙，就看掌控者如何来做。眼下月仙站在那结界当中，看似并无大碍，其实那结界散发着强大的无形力量，压迫着月仙，这便是月仙不敢大意的原因。楚风掌控阵眼的力量后，便帮助月仙将那压迫着月仙的力量抵消开来。怎么回事？仙洞之中，月仙感受到那来自四面八方的压迫之力正在减退，他还以为是霸星山庄庄主所用的阴谋，于是眉头紧皱，眼中凝重之色更浓，谨慎地打量周围，不敢有丝毫大意。只是他很快发现，似乎并没有所谓阴谋，只是单纯的那压迫着他的力量减弱了。月仙姐姐，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也感觉到了。忽然，月仙的耳边响起了两道不同的声音，那乃是苏柔与苏美的声音。如今，苏柔、苏美与月仙乃是一体，他们不可以任意转换，对着身体进行掌控，还可以自由交流，甚至月仙感受到的一切，苏柔与苏美也能感受得到。
小柔、小美，什么奇怪的感觉？说来听听。月仙问道。我好像感受到楚风的气息了。苏柔的声音有些不确定，可是她此话一出，苏美可就变得兴奋起来。姐姐，你真的感受到了吗？我也感受到了楚风哥哥的气息，该不会是楚风哥哥在帮我们吧？小美，你真的也感受到了吗？苏柔很是惊讶地问道。是啊是啊，真的感受到了，不会有错的，那就是楚风哥哥的气息。苏美越发兴奋起来，只是月仙却是摇了摇头。你们两个是被那阵法打压的身体虚弱，再加上相思过度，产生幻觉了吧？月仙叹道。倘若真是幻觉，可我与姐姐也不应该都感受到啊。月仙姐姐，难道你没感受到吗？苏美问道。还是先想办法离开此地吧。我知道你们想念你们的楚风哥哥，我答应你们，无需100年，再给我30年的时间。若30年之后我还无法找到我想找的人，我就让你们去找你们的楚风哥哥。月仙说道。月仙姐姐，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苏柔与苏美还以为是月仙误会了他们的意思，便想要解释，可谁成想月仙却忽然温柔地笑了。小柔、小美，你们不要紧张，我说的并非气话，而是真心话。相思之苦，我最懂了。我因为一己私欲，让你们与你们的楚风哥哥强行分离，本就是我不对。况且我对他的感应越来越淡薄了。起初我觉得他必然还活着，只是在一个很难找到的地方。但现在我已经不确定他是否还活着。我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耽误了我自己没关系，不能一直耽误着你们。所以30年，再给我30年时间。30年之后，我若仍找不到他，我就会罢手。月仙说道。月仙姐姐，苏柔与苏美还想说些怎么，可刚刚开口，月仙的声音便将他们压了下去。好了，小柔、小美，此事就这样定下了。当时强行霸占你们身体的是我，何时将身体归还你们，也该是我来决定。月仙的态度忽然强硬起来。至于现在，我们要先将这霸星仙草彻底炼化，只要能够彻底将霸星仙草的力量炼化，我的修为就会大涨，这阵法将无法困住我。霸星山庄庄主，胆敢欺骗我，我必然要让你霸星山庄从这个世界消失。话到此处，苏柔与苏美的脸上都涌现出了一抹狠色，那是他们从未有过的凶狠，但其实那是月仙的情绪。月仙说做便做，盘膝坐下，便开始捏动法诀，去炼化那已经进入他体内的霸星仙草。虽然无法与月仙进行沟通，但楚风却能够看到月仙的举动，再加上霸星仙草本就与这阵法有着一些关联，所以楚风能够大概猜测到月仙在做什么。想看楚风外传的兄弟，请关注一下蜜蜂的微信公众号，名称善良的蜜蜂后援会，在微信添加朋友里找到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善良的蜜蜂后援会，关注即可。这感觉可忽然，楚风感觉到在这阵法之中又涌入一股力量，再度向月仙压迫而去。虽然那力量无法将月仙炼化，可却可以阻挠月仙去炼化霸星仙草的力量。霸星山庄庄主，这个混账东西，本仙若能从此的离开，必要让你付出代价。月仙也感受到了那力量，脸上的愤怒情绪更浓。他知道此时干扰他的必然是霸星山庄庄主，这气息难道……可紧接着月仙的脸上涌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情绪。他不仅发现霸星山庄庄主刚刚出现，那干扰他的力量消失了，他还感觉到了一股浓郁的气息，那是楚风的气息。其实当苏柔与苏美说他们感受到楚风气息的时候，月仙也有一丝察觉，只是那气息太薄弱了，再加上苏柔苏美对楚风思念之深，且这身体本就是苏柔苏美的身体，所以他才觉得那可能是幻觉。可现在则是不同，楚风的气息越发浓郁，且那气息就在阵法之中，甚至隐隐间能感受到霸星山庄庄主催动的阵法力量减弱，与那楚风的气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小柔、小美，你们感受到了吗？你们楚风哥哥的气息好像越发清晰了。月仙对苏柔苏美问道。感受到了，感受到了。月仙姐姐，你感受到了吗？该不会真的是我楚风哥哥他知道我们有难，所以来帮我们了吧？听月仙这样一说，苏美则是变得更加激动。月仙没有回答，事到如今他也无法断定了，反倒是相对理性的苏柔开口了。小美，那不可能是楚风。楚风的天赋虽然远在你我之上，可就算他的修为进步再快，也不可能强大到能够干扰这阵法。苏柔对苏美说道。听到苏柔的话后，苏美也沉默了。是啊，楚风虽然进步很快，可也不可能进步的这么快。当初与楚风最后一别时，月仙的实力已经远超过楚风，而这段时间月仙的实力仍在快速的进步着。在这种境界能够如此快速的成长，是远远超出他们想象的。在他们二人的眼中，月仙就是仙，而他们只是凡人，楚风也是凡人。就算楚风的修为也在进步，但肯定无法跟得上月仙的步伐。而这阵法连月仙都是如此吃力，楚风又怎么可能帮助到月仙呢？感受到苏美的失落，月仙也有些难过。小柔、小美，先不要想这件事了，我们先炼化掉这颗霸星仙草，只要将其彻底炼化，我们便可以掌控局面。那个时候，一切真相都将大白。月仙说道。月仙姐姐，那你快进行炼化吧。苏柔、苏美同时说道。而月仙也开始继续炼化体内的霸星仙草。虽然月仙不知道这阵法内的力量变化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至少眼下的局势，这也对他有利。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想看楚风外传的兄弟，请关注一下蜜蜂的微信公众号，名称善良的蜜蜂后援会，在微信添加朋友里找到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善良的蜜蜂后援会，关注即可。混账！与此同时，在霸星山庄的一座恢宏宫殿内，却传来愤怒的咆哮。那魂磊究竟在做什么？他不用我给他的宝物去炼化那月仙，怎么还运用阵眼力量来对抗我的力量？他是疯了吗？是霸星山庄庄主。原来这座恢宏宫殿内也有着一座大阵，这是修炼禁地内的阵眼之一。他就是凭借这座阵眼，催动修炼禁地内的阵法力量来压制月仙。刚刚也是他催动这座阵眼的力量，对月仙发动了攻势。可他却发现
魂磊不仅没有帮他，反而却在帮月仙，这让他十分恼怒。庄主大人，难道魂磊背叛了我们？可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与月仙应该不认识才对啊！大殿内还聚集着霸星山庄的长老们，他们也是十分的不解，因为他们想不通魂磊为何要这样做。而霸星山庄庄主此时目光变幻，似是在思索着什么，派人进去通知魂勇，告诉事情有变，让他立刻开启结界，进入仙洞之中，杀了那个月仙。只要他能杀掉月仙，对于他的酬劳，我愿再加1倍。霸星山庄庄主说道。可是大人，若是杀了月仙，可就无法借助他的力量，让霸星仙草蜕变了呀。霸星山庄的长老问道。他们都知道，只有将月仙活活炼化，才能让霸星仙草蜕变。若是将月仙杀死，那月仙就什么用处都没有了，他们精心计划的一切也就都要泡汤了。事到如今，管不了那么多了。魂磊那个家伙一直运用阵眼的力量阻挠我，月仙已经开始炼化霸星仙草的力量，若是让他得逞，他修为必然会大涨，不仅我要死，我霸星山庄一个都别想活。霸星山庄庄主说道。庄主大人，我这就去安排。听闻此话，霸星山庄的长老不敢犹豫，立刻跑了出去，是准备派遣信得过的山庄小贝去通知魂勇。霸星山庄派小贝进入修炼境地后，便将事情的大概经过告知了魂勇。虽然得知魂磊可能叛变，魂勇并不相信，而是觉得另有隐情。可当得知只要他杀了月仙就能得到双倍的酬劳后，他还是决定听从霸星山庄庄主的指令。魂勇说做便做，他先是将众人血脉之力被强行抽取的罪名扣在月仙的身上，然后便暗中运用霸星山庄庄主给他的宝物，想要破开那封锁了仙洞与魔窟的结界。只是想要破开这结界，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一些时间。糟了！与此同时，楚风感应到了魂勇所做的事情，虽然不知道魂勇为何突然这样做，但楚风觉得他必然是要对月仙不利。楚风必须立刻去制止魂勇，不能让魂勇进入仙洞。可偏偏楚风掌控的阵眼力量无法催动那封锁仙洞的结界，楚风若要阻止魂勇，就只能亲自前往仙洞入口，以武力去制止他。但楚风若是离开，月仙自己必然无法阻挡啊！来自阵法内不断压迫他的力量，那个时候月仙就将被迫停止对霸星仙草的炼化。这种危机情况下，楚风倒是找到了一个办法。这阵眼需要用血脉之力催动，楚风可以布置一座阵法，然后将众人的血脉之力融入阵法之中，以阵法带人去催动阵眼，帮助月仙抵挡阵法的压迫。楚风说做便做，一边催动阵眼帮助月仙抵挡压迫，一边布置代替自己的阵法。只是当阵法布置完毕后，楚风发现了一个问题，阵法终归是阵法，不能像他那样完美的掌控血脉之力去催动阵眼。阵法消耗血脉之力速度极快，这些人的血脉之力并不足以长时间支撑这座阵法，而眼看着那魂勇就快要将那封锁仙洞以及魔窟的结界破开，楚风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将自己的血脉之力提取出来。这样做倒是不会损失元气，但是在短时间之内，楚风的血脉之力会很薄弱，对于施展雷纹以及雷霆铠甲等手段会有影响。但楚风没有办法，只能如此。当楚风将自己的血脉之力融入到那座阵法之后，楚风已是脸色惨白，冷汗连连。此时的他非常需要休息，可楚风没有时间休息，他匆匆地吞服了几颗疗伤丹药之后，便立刻赶往了仙洞以及魔窟的入口处。只是楚风不知道的是，当他刚刚离开，那座蕴藏炼化之力的铜鼎却是微微的晃了晃，而那封锁着铜鼎的盖子也是微微的挪动了一下。仙洞前的众人大部分都被吸取了血脉之力，一个个的都非常的虚弱，修为强横一点的还好，还有力气站着，许多人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更是有许多人已经昏死了过去，甚至有极少数人可能再也无法苏醒过来。但不明真相的他们被魂勇蛊惑，将所有怒火都放在了月仙的身上，眼下还有力气的便帮助魂勇去摧毁那结界，没力气的也不停地对着仙洞辱骂着月仙，诸多难听恶毒的语言不断地落在月仙的身上。全都给我闭嘴，让我再听到谁敢辱骂他们，我就撕烂了他的嘴。可忽然间，一声怒吼响彻天际，将所有人都吓得身躯一颤，哪怕是魂勇也不例外。人们都听出来，那位是在帮着仙洞内的那2个偷盗者说话，下意识的便觉得是那偷盗者的帮手来了。可是回头一看，人们不仅恐惧之色顿减，反而心中怒火更盛。之所以会如此，乃是他们发现那发出怒吼的人乃是楚风，一个连4品至尊都斗不过的人，凭什么威胁他们？原来你是那2个偷盗者的同伙，那我们血脉之力被强行剥夺，你也有份，你也同样该死。忽然间，锁魂宗一位弟子出手了，他正是之前对楚风出手的那位4品至尊境的弟子。因为血脉之力被剥夺，此时的他也非常虚弱，所以他没有催动武力，而是直接纵身而起，向楚风扑了过去，并且杀意滔天。他可不是要教训楚风这么简单，他此次攻来乃是要索取楚风性命。然而他刚刚靠近楚风，便忽然不动了。当人们看清状况之后，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只见楚风的手掌如鹰爪一般锁在了那位锁魂宗弟子的脖颈之上。那4品至尊境的锁魂宗弟子此时满面痛苦，但却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对我动杀念。楚风此话说完，手掌猛然握紧，咔嚓一声，那位的脖子便被楚风扭断。紧接着，楚风大袖一挥，就像丢麻袋一样，将那位丢在了地上。而那位落地之时，许多人都是吓得倒吸一口凉气。那位锁魂宗弟子已经没了气息。混账，胆敢动我宗弟子，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猛然间，阵阵怒吼同时炸响，是锁魂宗的弟子们亲眼看到同门被杀，他们岂能罢休？然而他们还未动身，只见楚风衣衫舞动，紧接着自其体内威压便肆虐而出。那威压
直奔锁魂宗弟子横扫而去。一时之间，那些锁魂宗弟子都被那威压吹得人仰马翻。五品至尊，这一刻，人们终于知道为何楚风能够轻易的抹杀那位4品至尊的锁魂宗弟子了。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楚风的气息，原来这个家伙隐藏了实力。感受到楚风的修为后，那些原本对楚风骂咧咧的人们都是赶忙闭嘴，他们怕了，害怕楚风杀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当楚风修为恢复且展现实力后，但有一个人却丝毫不惧，那便是锁魂宗的天才弟子魂勇。你可真是找死！魂勇终于停止破解那结界，转过身来看向楚风。此时他的眼中尽是杀意。看到这样的魂勇，那些敢怒不敢言的人心中窃喜。虽说他们不是楚风对手，但他们知道魂勇若要对付楚风，简直轻松至极。毕竟魂勇可是一位7品至尊境的高手。可忽然间，一道雷光掠过，当人们反应过来之际，无一不是脸色大变，就连圣光金安的眼中也是涌现出浓浓的惊讶之色。原来那雷光乃是楚风。楚风来到了魂勇的身前，并且楚风的手掌已是如利剑一般穿透了魂勇的丹田。8品至尊，眼下楚风的气息乃是8品至尊。这个家伙，他是怪物不成？一时之间，许多人都被吓得瑟瑟发抖，连话语都说不清楚。恐惧的气息弥漫在这方天地，他们都能看得到楚风额头上的神字雷纹，以及身上的雷霆铠甲，还有就是本不该出现在天级血脉拥有者身上的天赐神力。是那3重力量使得楚风的修为瞬息提升到了8品至尊的地步。可这样的手段，哪怕是魂勇和魂磊这等绝世天才都做不到，甚至他们从未听闻有一个小辈能够在至尊境做到这种事情。一种从未有过的不祥预感在众人心中奔涌而出。这个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不要杀我！你不可以杀我！你若杀了我，我师尊必然不会放过你。魂勇对楚风威胁道，虽然语气有些强势，但他那恐惧的目光却让楚风知道他有多怕死。放心，我现在不会杀了你，因为我要让大家明白真相。楚风说完此话，便将目光扫向众人。你们的血脉之力被吸收了吧？然后魂勇对你们说，那是仙洞的2位姑娘做的，你们就信以为真了。那如果魂勇对你们说，他是你们的父亲，你们都是他生的，你们信不信？楚风大声问道。众人没有言语，是因为害怕楚风。可是楚风的这番话却也是激怒了众人，因为他们觉得楚风这话根本就是在羞辱他们，一群愚钝的东西。你们也不用脑袋想一想，你们被吸收血脉之力后，身体是什么样的状况，而这魂勇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们仔细想一下，在他被我打伤之前，身上可有一点虚弱的模样。楚风再度说道。而楚风此话一出，人们倒是陷入了思考之中。本来魂勇倒在地上，与他们一样，看起来都很虚弱，可是忽然间，他就站起身来，开始引导大家攻破这结界，然后去杀掉仙洞内的2位偷盗者。紧接着，他便开始全力破解结界，那个样子与先前的虚弱相比，的确反差很大。人们之前都被愤怒的情绪所蛊惑，的确没有太过注意魂勇的状态。可是听闻楚风的话后，却也是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大家都是修武者，你们仔细看看这结界，是真的凭借武力就能够撼动的吗？为何此时的结界变得虚弱了很多？难道真的是你们联手造成的吗？我来告诉你们真相吧，你们的攻势皆是徒劳，就连魂勇的攻势也是徒劳。但让这结界变得虚弱的，却也的确是魂勇。不过他靠的不是武力，而是这个。楚风此话说完，便一把抓住魂勇的手臂，紧接着当着众人的面将魂勇的袖子掀起。此时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在魂勇的袖子中藏着一个宝物，看到了吗？魂勇能够破开结界，靠的是他，而吸收你们血脉之力的也是他。楚风拿着那个宝物对众人说道，原来吸收我们血脉之力的人是魂勇吗？难怪我们如此虚弱，他却生龙活虎。看到那宝物之后，众人才恍然大悟，别听他胡说，他在冤枉我怎么可能剥夺你们的血脉之力？眼见形势不对，魂勇便开口辩解。然而他话音刚落，便一大口鲜血自口中喷洒而出。死不承认对吗？没关系，你承认与否，其实对我而言关系不大，我只是想让大家明白你的真面目。至于他们信或不信，我也不在乎。不过我该做的做完了，接下来你也可以去死了。楚风此话说完，其体内的杀意便弥漫出。别杀我，是我做的，都是我做的，我承认还不行吗？见状，魂勇赶忙求饶，因为他感觉到了楚风不是吓唬他，是真的会杀了他。既然承认，就把你知道的真相说清楚，也让大家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楚风眯着眼睛对魂勇说道，是我和魂雷里应外合，我用宝物吸收了大家的血脉之力，再用宝物传给魂雷，目的就是想要催动这山脉下方的阵眼，去对付那2位姑娘。那2位姑娘根本就不是偷盗者，他们是被霸星山庄庄主欺骗到了此地。霸星山庄庄主是想利用那2位姑娘体内的特殊力量来淬炼霸星仙草，只是那2个姑娘太过厉害，竟然掌控了此处阵法的力量。霸星山庄无可奈何之下，才让我和魂勇进入修炼境地，帮助他炼化掉那2个姑娘，用他们的力量淬炼霸星仙草。大家也都是被我们利用而已，根本就不存在偷盗者，也根本不存在活捉偷盗者。让大家进入此地，就是想要借助大家的血脉之力去催动阵眼的力量，然后再运用阵眼的力量去炼化那2个姑娘。这位兄弟，我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一个字都没有隐瞒，你饶过我吧，求求你了，我不想死啊！魂勇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事情的经过全部说了出来。这混账霸星山庄庄主居然如此利用我们错怪了那2个姑娘。一时之间，人群之中怒意滔天，骂声连连。只不过知道真相的人们，咒骂的对象已经不再是月仙，而是霸星山庄以及魂磊和魂勇。当魂勇将真相说出，楚风倒是也不准备杀他，而是掌心握紧，扑哧一声将其丹田彻底捏成了粉碎。
废其修为，让其痛苦的活着，在楚风看来才是更为残忍的惩罚。你畜生！我该说的都说了，你竟还废除我的修为！此时魂勇哭得更加惨烈，只是他躺在地上，却没有人同情于他。至于楚风，当然也不会同情他。感动苏柔和苏美动杀念，这就是他要付出的代价。这气息，难道说？可忽然，楚风神色一动，他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正在靠近。楚风手腕划过乾坤带，一把蓝色的长剑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此乃半城尊兵蓝玉渊剑。楚风以双手握住手中的蓝玉渊剑，做出这个动作后，楚风便将目光投向那气息袭来的方向。那目光如临大敌，这个动作有些不简单啊。可相比于楚风凝重的情绪，圣光金安却更对楚风此时的动作感兴趣。楚风的身体没有释放出任何力量，可在圣光金安眼中，楚风的这个动作很不简单。隐隐间，他感觉到楚风接下来可能要施展出一种很了不得的手段。他没有任何证据，甚至不是猜测，完全就是直觉。但他的直觉一直以来都很强烈，也很准确，毕竟那是来自修武者的直觉。但也只有圣光金安注意到了这一切，人们都沉浸在楚风废除了魂勇这件事情中，根本没注意到楚风的神色变化。忽然一阵狂笑响起，那狂笑化作音浪，一路席卷而来，山石崩裂，天摇得晃，而那满地的树木更是被连根拔起，被音浪直接掀飞到了万米高空之上。但听到那笑声，人们却是内心一颤。之所以害怕，不是因为这惊天动地的威势，而是那笑声实则蕴藏杀机，恐怖异常。很快，那笑声的主人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魂磊，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来者的确是魂磊，可是看到魂磊的样子，人们的心中却也充满了好奇。他们想知道魂磊经历了什么，因为眼下的魂磊浑身焦黑，那由特殊宝物打造的衣服都被近乎烧光，只剩下几片布料遮盖着他的隐私部位，而他的皮肤更是被烧成了胶状。伴随他的靠近，人们甚至能够闻到烤肉的味道，但那却是魂磊的味道。命够大的，楚风看着魂磊说道，幸亏有霸星山庄庄主给我的秘诀，能够避免被那炼化之力连累，可你将我关在其中，还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我魂磊既然没死，你就别想活了。魂磊对楚风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人们也是意识到，原来魂磊变成这个模样，竟然也是这个楚风做的。魂磊这个混账，捏碎了我的丹田，他废了我的修为，快为我报仇，为我报仇！忽然一阵哀嚎炸响，是魂勇。魂磊便携带怒意而来，他还真没注意到魂勇是什么情况。当他看到魂勇此时的惨状，心中的怒火更是如同翻滚的岩浆，再也无法控制。我知道你来头不简单，但是你敢动我兄弟，我不管你是谁，我都要你死。今日就算天王老子来了，我也要杀了你！魂磊怒吼之际，一把银色的大刀出现在其手中，那可是半城尊兵级别的银色大刀，却用那外涌动着金色的光华。当那大刀挥砍而出之际，金色的光华宛如千兵万马一涌而出，那乃是武技，是尊敬武技。哼！然而面对那尊敬武技，楚风只是脚步迈出，在半空之上向下一踩，无形的武力化作有形，向那金光璀璨的金色武技冲击而去。按理来说，武力只是基础力量，武技能其力量升华，而尊敬武技的威力更是不用多说。可是这两重完全不对等的力量相互碰撞，竟然不分胜负。魂磊这位绝顶天才的凶猛一击被楚风一脚化解，好厉害！这个家伙也太强了吧！看到这一幕，人们望向楚风，一时之间竟是说不出的滋味。毕竟魂勇和魂磊在他们眼中，那可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天才，是妖孽级别的存在。对很多人而言，他们可是从未见过比魂勇和魂磊更强的小辈了。可今日这两位此世界最具有天赋的小辈，一个被一击击败废除修为，而另外一个明显战力也与楚风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啊！不对，魂磊不该这么弱，他是负了伤，那烧伤影响了他。我见过魂磊的力量，这不是他真正的实力，必然是那伤影响了他。但也有明眼人为魂磊辩解，其实他说对了，魂磊的战力也是不弱的，虽然不及楚风，可也没有弱小到自己的尊敬武技被楚风以武力化解的地步。眼下之所以会有如此局面，的确与那伤势所致有关，但最关键的点乃是魂磊的丹田也曾被楚风洞穿。虽然他没有像魂勇那样被彻底废除修为，但很显然魂磊的力量也还是受到了损伤。忽然之间，楚风再度出手，手中的蓝玉渊剑连续挥动，每挥动一下都有一道剑气溢出，剑气在半空扩大，化作高大万米的武力波浪，上可隔断云层，下可劈开大地。而如同这样的攻势，一重接着一重，且一重强过一重，不断向魂磊压迫而去。不会有错了，的确是有所保留，所以故意不施展武技。你到底酝酿着什么样的手段？可真是让人期待啊！圣光金安的目光依旧凝视着楚风。正常来说，楚风完全可以乘胜追击，施展武技，但楚风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依旧以最简单的武力发动攻势。在圣光金安看来，楚风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不是他不懂乘胜追击的道理，而是他的体内蕴藏着更为强大的手段，那手段已在酝酿之中，所以不能再施展其他武技，若是施展便会被打断，所以圣光金安才会如此期待楚风的武力光刃接连袭向魂磊掠去。巨大的光刃撕裂虚空，魂磊在这巨大的光刃面前简直如同蚂蚁一般渺小，可魂磊却不闪不躲，丝毫不惧。喝呀！忽然魂磊大喝一声，无形的巨浪自其体内喷涌而出，虚空颤动，狂风飞舞，哪怕是那巨大的武力光刃，在这无形的巨浪面前也是被瞬息摧毁。而再看魂磊，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上不仅涌动着蓝色的气焰，
气息也是达到了9品至尊的地步。这乃是魂磊的天赐神力，正是这天赐神力使得他的修为可以从8品至尊境来到9品至尊境。看到魂磊的变化，人们再度看向楚风，有同情，有不忍，但也有人幸灾乐祸。楚风使用雷纹、雷霆、铠甲以及天赐神力3重力量，硬生生将自己的修为从5品至尊提升到8品至尊。他的手段固然厉害，至少比魂磊厉害。大家都知道，魂磊只有一重提升修为的手段，那就是刚刚他所施展的天赐神力。可只是这一重提升修为的手段，今日却足以胜过楚风。不因别的，只因魂磊的基础修为是8品至尊，胜出楚风足3品。终于要施展了吗？然而，当大部分人都觉得楚风要命丧于此时，圣光金安却看着楚风，眼中涌动着期待的目光，而他的预感是对的。楚风的确是在酝酿着手段，这个手段便是楚风目前为止所掌握的最强手段——天雷9重斩。天雷9重斩极难掌握，楚风目前为止修为增进许多，可天雷9重斩，楚风仍然只掌握了第一重，一斩天雷线。但哪怕只是这第一斩，却也是足以将这魂雷抹杀。楚风早就察觉到魂磊在靠近，所以楚风从一开始就在酝酿这天雷9重斩的第一斩。之所以要花费如此长的时间，乃是楚风的血脉之力太弱。楚风为了帮助月仙，只能将自己的一部分血脉之力自体内抽离而出，融入到阵法之中。虽然血脉之力可以恢复，但却需要一定的时间。如今楚风体内可以用来战斗的血脉之力本就不足，在施展了雷纹以及雷霆铠甲之后，楚风的血脉之力就更加不足。而偏偏施展天雷9重斩也要运用血脉之力，这便是楚风酝酿如此之久的原因。忽然，楚风将手中的蓝玉渊剑猛然抬起，紧接着他的眼中有耀眼的雷霆涌动。猛然间，虚空之上雷霆炸响，在楚风的头顶之上有漫天的雷霆涌现。异象乃是楚风所引发的异象，漫天的雷霆瞬息扩散。当人们注意待他的时候，他已不再是覆盖于楚风头顶，而是覆盖了这方天地。此等景象比寻常人引发的雷劫还要恐怖。最重要的是，当那雷霆异象出现的同时，楚风的身上以及手中的蓝玉渊剑之上都涌现出了同样的雷霆。不用楚风说，人们也看得出来，那恐怖的雷霆乃是楚风所引来的。这是什么手段？居然引出了异象，好可怕的气息！那力量似乎蕴藏着逆天战力。人们看到楚风引发的雷劫，心里都知道，他们还是小看了楚风。难怪楚风对战魂磊如此的运筹帷幄，自信满满。原来他还掌握着这等恐怖的手段。你到底是什么人？魂磊凝声问道。尽管他故作镇定，可人们却能够看得出来，他害怕了。的确是害怕了。魂磊从楚风此时的身上感受到了可以抹杀自己的力量。我是什么人不重要，但你若想死的瞑目，我也可以成全你。魂磊，记住了，今日杀你的这一击，名为一斩天雷线。楚风说道。一斩天雷线，这是什么手段？是尊境武技，还是秘技？闻所未闻啊！众人惊叹连连。而就在此时，楚风手中的长剑猛然挥下，紧接着身上的雷霆全部涌入长剑之中，并且顺着挥砍而下的长剑释放而出。楚风没有拖沓，他要速战速决，尽快斩除魂磊。然而，当楚风的雷霆自长剑释放而出后，并未有雷霆光刃涌现，反而是化作几道雷霆。那雷霆非常的微弱，就像是要死的鱼儿，在半空之上挣扎了几下，就消散开来。糟了！见此情形，楚风便暗叹不好，自己的血脉之力太弱了。尽管已经在体内蓄好力量，可真正发动力量的时候，体内的力量却无法支撑，导致功亏一篑。眼下人们也都被眼前的一幕弄懵了，毕竟那威势如此骇人，怎么这一剑劈下却是此等情形？就在此时，一阵诡异轰鸣响起，原来是那仙洞以及魔窟的结界出现了裂痕。见此情形，楚风二话不说，身形一纵，直接通过那裂痕穿过了结界。但楚风穿过结界之后，并未掠向仙洞的方向，反而是向魔窟的方向飞掠而去。一切发生的太快，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楚风已是进入了魔窟之中。此时人们抬起头来，看着虚空之上那还健存的漫天雷霆，恍然间明白了什么。靠！什么狗屁一斩天雷线，还以为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手段，原来只是唬人的招式。锁魂宗的许多弟子对楚风咒骂连连，他们都觉得所谓的一斩天雷线就是骗他们的，楚风就是想要借机逃走。不对啊，这个家伙怎么不往远处逃，反而跑进了结界之内？跑进结界也就算了，为何不进仙洞，反而进了魔窟？难道他不知道这修炼禁地的魔窟是一个连霸星山庄的人都不敢踏入的死亡之地吗？但很快又有人感到不解。可就在众人不解之际，锁魂宗弟子却给出了答复。这还不简单？那家伙看着波澜不惊，实际上早被我魂磊师兄吓得屁滚尿流。他必然不是有意逃入魔窟，只是被我魂磊师兄吓得头脑不清，所以跑错了方向。锁魂宗这位弟子的话被楚风尽是羞辱之意，可偏偏他此话一出，在场之中的许多人却纷纷点头，他们都觉得此话在理。楚风的行为实在难以理解，但若说他是被吓得乱了阵脚，走错了方向，倒也合情合理。一时之间，楚风倒是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就连圣光金安也是连连摇头，在他的脸上有着毫不掩饰的失望之色。而相比于圣光金安的失望，锁魂宗的弟子们可就是一脸的得意。楚风刚刚的表现的确是堪称逆天，连他们也看得出来，若是同等境界之下，魂磊绝非楚风对手。可偏偏这样的楚风却被魂磊吓得落荒而逃，甚至吓得连逃跑的方向都搞错了，跑入了必死无疑的魔窟之中。在他们看来，楚风多半是无法从魔窟内活着走出来了。而就是这样厉害的楚风，最终还是败在了他锁魂宗弟子手中，他们自然得意。楚风虽然进入魔窟，可人们也不能保证楚风必死无疑。
魂磊可是锁魂宗弟子的唯一依仗，若是他出了什么三长两短，那他们这些锁魂宗的弟子也都别想活。我无碍，先帮魂勇稳住修为。魂磊说道。魂磊师兄，魂勇师兄，他的伤势太重了，修为已经彻底流逝，我们哪怕用至宝也是没用。锁魂宗弟子说道。彻底流逝？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魂磊凝声问道。那个家伙实在太狠了，他彻底废除了魂勇师兄的修为，不仅修为被废，丹田也是被彻底粉碎，根本无法医治。魂勇师兄，他怕是此生此世都无法再修武了。锁魂宗众弟子说道。这个混账，那两个女的呢？把那两个女的抓来！魂磊怒吼起来，而他指的两个女的，自然便是宋允和宋雪儿。那两个丫头早就跑了，早就没看到他们两个的踪迹了。不过师兄，刚刚那个家伙与那两个偷盗者好像是一伙的，虽然他们都跑了，但还是可以找那两个偷盗者算账。锁魂宗弟子说道。听闻此话，魂磊眼中便涌现出狠辣之色。他之前曾从楚风口中得知，那仙洞内的两个女的乃是楚风的妻子，相比宋允和宋雪儿，若是能够抓住那两个女的，才是更好的报复。之后魂磊便开始疗伤，当他的伤势稳定之后，便进入了仙洞之中，而明白魂磊打算的众人也都紧随其后的跟了进去。虽说如今魂磊的身上已经没有了掌控阵法的宝物，可有霸星山庄庄主帮忙，一路深入异常顺利。很快他们便见到了苏柔与苏美，居然真的如画上一般美啊！当众人看到苏柔和苏美之时，人们却被苏柔和苏美的样貌所吸引。苏柔、苏美本就样貌不凡，并且这两姐妹虽有相像的地方，但实际上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风格。苏柔性感迷人，苏美甜美可人，本就是大多男人所向往的女子。更何况她们一直跟随月仙历练，如今身上也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气质，那种气质更像是仙气。看到他们二人的第一感觉，便相识看到了两个从仙界降临的仙女。此般女子人间属实少见，两个妖女，你们倒是悠哉，今日就要你们狗命！忽然一声怒喝响起，乃是锁魂宗的弟子们。魂勇被楚风废除修为，他们捉不到楚风，便将所有恩怨都放在了苏柔和苏美的身上。不过他们并不知道，眼下的苏柔、苏美看似两个人，实际上乃是一个人，那便是月仙。月仙并未理会众人，他不是没有发现，相反他早就发现了这些人的来到，并且感受到了魂磊的修为。旁人还好，但如今的魂磊对于此刻的他而言，的确是有着一些威胁。月仙知道与他们理论无用，所以抓紧时间炼化体内的那颗霸星仙草。只要那颗霸星仙草的力量能够彻底归属于他，那莫说是眼前这些喽啰，整个霸星山庄都要飞灰烟灭。这妖女真是狂妄，我看你能狂妄到何时？锁魂宗弟子见苏柔、苏美不理会他们，尤其是在看了他们一眼之后，便转过头去，这让他们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于是许多弟子开始去攻击苏柔、苏美。不过眼下苏柔、苏美地周围围绕着强大的阵法力量，他们根本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之下，他们都将目光投向了魂磊。可魂磊却很清楚，这阵法力量太强，哪怕他也是难以破开。不过他却也并不慌张，而是大喊喝道：霸星庄主，你还在等什么？还不打开这阵法，让我进去杀这两个妖女！魂磊这句话是对着霸星山庄庄主说的。若是在这修炼禁地的其他地方，霸星山庄庄主可能察觉不到发生了什么，但在这仙洞之内，尤其是这阵法覆盖的仙洞范围之内，他们所作所为，霸星山庄庄主都能通过阵法洞察到，这乃是霸星山庄庄主亲口告诉他的。果然，当他此话落下之后，那阵法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本压迫的月仙的阵法力量转变了攻击方式，他不再攻击月仙，而是开始撕裂封锁住月仙的阵法。这感觉可恶！月仙感受到了阵法的变化，一时之间也是乱了阵脚。在那莫名力量的帮助下，他倒是能够挡住霸星山庄庄主的攻势。可当霸星山庄庄主不再对他发动进攻，而是想要撕开这守护月仙的阵法力量时，那莫名的力量也失去了作用。月仙更是无可奈何，毕竟这阵法真正的主导者还是霸星山庄庄主。眼看着这围绕着他的守护阵法力量就要被打开，月仙也是眉头紧皱，没有了之前的淡定，慌了。快看，那两个妖女慌了！原来他也会慌。别急，马上就要你们好看。别直接杀了他们，要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么好看，可不能浪费。锁魂宗弟子得意起来，甚至有人的脸上还露出了淫荡的笑容。可偏偏这种不入流的建议，却得到了锁魂宗众弟子的认可。他们已经决定不会直接杀掉这两个美女，要先风流一番，然后再折磨他们。毕竟他们已经知道这两个美女乃是楚风的妻子，这样的报复才是最残忍的报复，是对楚风最大的侮辱。可突然之间，一道身影飞掠而来，直接杀入锁魂宗众弟子的当中。紧接着，那些发出淫荡言论的弟子同时倒在地上发出惨叫，一时之间鲜血喷溅，有人手握兵刃站在他们身上，一刀又一刀，再将他们的身上的肉不断割掉。当人们反应过来之际，那几名锁魂宗弟子皆是鲜血模糊，最主要的是，男人最重要的地方全都被斩成了粉碎。而当人们看清那位出手的男子之时，皆是神色变化。莫说旁人，就连月仙也是猛然站起身来，眼中布满震惊之色。